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对峙哦，现在越来越台面化了。首先哦，我们看到就是日本最新的防卫白皮书，已经不只是外交上面的降级喽。日本防卫书是把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叫做 Nikkei 的日经新闻，它的报道是这样讲，他说日本防卫省预计把它最新的年度白皮书里面，把中国列为日本防卫最严重的关切对象。同时间，他承诺跟美国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深化合作，来强化威慑的能力。志同道合的国家可能是菲律宾，也可能是台湾吗？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日本已经把中国大陆列为一个我们要紧张，我们要害怕，我们要担忧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那另外，解放军也不是吃素的哦。我们看到来自于日本的观察是说，解放军已经突破第一岛链，加速第二岛链的前沿化。扩大台海行动来夹击日本。那在中国大陆这边的角度，可以透过像是这些媒体来观察。日渊谈天就说，中国海事海上交通专项执法编队那抵达台湾岛的东南部海域这是由中国大陆 CCTV 旗下的公众号它释出来的这一段讯息说，巡航期间2次发现疑似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固定翼飞机所以你看到日本跟中国大陆应该算是近期近10多年来对峙或者是互相敌视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日本12式反舰飞弹已经进驻了南鸟岛，对准的是谁？要防卫的是谁？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打造1000公里射程实弹的测试靶场。而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日本他们怎么说。他们有好多提案，而且他们自己国内自我打气是这样讲。他说，没有人会帮没有自卫能力的国家，所以国家自卫能力第一要务要把它给这个弄起来。那日本自民党还提案说这个列举其他国家的防卫预算。我们看到自民党批准了一份提交政府的提议草案，里头呢修订了安保3文书要敦促政府明确的展现自卫意志，我们一定要自己加强自己的防卫。然后还列举了其他国家把国防开支占 GDP 3到5%的目标，这个跟美国的说法也完完全全吻合。那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透过像他们的官媒《人民日报》他的说法就说，哎呀，你日本你为了要扩军然后呢这个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重要一步，所以你不断的在扩张你的武力很危险危险性不容低估。高市早苗政府正加速日本成为东亚的货源危险，地区国家必须提高警觉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和中国大陆现在是这样，那台湾是不是要更加的这个小心注意这个国际局势的不一样，各种瞬息万变的发展呢？那因为这样子对峙的情况加温，所以中国大陆呢，他现在说了，禁止对日本军事用途出口这个他依法规定对所有的两用物项，对民间的还有军事用的，包括稀土啦，包括各个这个原物料方方面面，我禁止你出口。我只要说你是跟军事有相关，那我就可以禁止你出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做了什么事？礼拜1、礼拜2，也就是昨天、前天，习近平出访朝鲜，也就是北韩。那当然有很多新闻的露出，我们来看看，包括新华社今天礼拜3在首页都还在登这样子习近平访北韩的消息所以他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东北亚强化中朝关系，释放东北亚这样的一个讯号。而另外，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一幅画面，为了要凸显中朝友善这个和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两个人在这个媒体的见证之下你看到他们在种下一棵树。这一棵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
而且呢，用中文还有朝鲜语写下了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哦。这是两国的领导人拿出铁锹哦，在那边种树。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呢，现场有好多人在鼓掌欢迎，并且拿出了水壶浇水。这个树种下去就要浇水哦，那象征中国大陆跟北韩的友谊长长久久。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漏网镜头哦，包括这两国的领导人有多麻吉哦，这是金小胖嘛，还是脸圆圆的？那习近平戴起了眼镜哦，这个虽然是一个这个银色的眼镜哦，不是那么的明显，可是这也是外界第一次看到习近平比较少看到他戴眼镜哦，所以北韩的朝中社披露了习近平跟彭丽媛8号在平壤观看艺文表演的时候，两个人都戴上了眼镜来亮相。那金正恩也试图营造北韩跟中国大陆友好关系的形象，让画面呈现他和习近平和乐融融的模样，凸显中朝关系友好，就刻意的说，两个人这个非常非常的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北韩的官媒也是大书特书，说会有远大的蓝图。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跟北韩接壤的一些城市的状况。像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丹东，它是非常靠近北韩的一个城市中国大陆的城市。那个地方有个像小义乌被称为小义乌的一个这样的所在。为什么？因为有非常多朝鲜客，也就是北韩的客人来这边购物的第一站啊。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北韩的客人还是比较少，可是还是会有。那它可能吸引更多的像是各国的游客。那这个地方呢，店员都会说朝鲜语，朝鲜语其实就是北韩语就是韩语啦，其实就是韩语。因为中国大陆有一支民族，它是朝鲜族，他们其实跟韩国人讲话是可以沟通的。来，我们先请教厉将军。我首先让各位观众看一张照片哈，这是1968年的时候，大陆他们第一次从广东用海运到山东去。你知道这条黎明轮它怎么走的吗？我给各位看一下相片。那想想看，这是1968年的时候，它轮船出来以后要先往南走，然后往南走后经过菲律宾的苏禄海，然后经过太平洋的这种西边来讲才能够北上，然后绕过台湾的东侧才能够到山东半岛那我给各位看这张照片，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如果说你认为中国大陆他们海权强大以后，他还愿不愿意这么悲屈走绕这么远的路，只为了用海运？因为海运我们都知道，一定是运输量最大。那拥有海运就拥有财富为什么现在南海会争这样？就是为了维护南海的海运的这种确保海运的安全。那你想想看，那时候因为整个第一岛链，我刚刚给各位看这张图，就说明当初因为第一岛链都在我们台湾跟日本的掌控之下。那大陆来讲，它为了海运，它必须整个绕到第二岛链以后，它才可以将这个轮船可以运上去。那在这种情形，你认为中国大陆当它的海军能力强大以后，它还会愿意这么悲屈吗？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一次他一直想要借着他来打造第一岛链，将大陆围堵在第一岛链，这是非常愚蠢也是不智的做法。我们看到现在他自己也承认原来想说借着第一岛链的各个小型的岛屿，包括马毛岛、宫古列岛，一直到我们与那国岛在这边部署了各型的反舰防空导弹，想要借着以岛制海制陆的方式封锁大陆的海军，让他不可以出第一岛链。但是现在居然将这导弹都部署到最南边的南鸟岛。那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想要以岛制海，是打造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可是我也认为，如果你这样在军事上面是非常的不智的，因为你这些小岛，包括你日本本岛来讲的话，都是没有战略纵深的打仗最重要就是要有战略纵深。大家试想想看。这次为什么美军跟以色列这么强的军力强攻伊朗，攻了3个月下来一点战果都没有？就是伊朗有很大的一个战略纵深，那你日本是完全没有战略纵深，尤其这些小岛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上面部署了这些导弹，那你认为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我觉得倒是他把它解释成一个跑不掉的一个目标靶子在这个地方。以解放军现在不管是他轰6的战机，
或者是它各型的东风导弹常见等等这各型的导弹，对这些岛的攻击可以说你跑都跑不掉，也难怪日本现在正在演练第一岛链如何将这些老百姓撤离到它的本岛去。可是就算你撤离到本岛，你这个岛也是会遭受到火力攻击。那现在更明显的，日本也承认他在第一岛链可能挡不住，所以他已经退到第二岛链。我们看到小笠原群岛，包括到硫磺岛这些，我们讲起来严格应该算是第二岛链。那你现在退居到第二岛链，那试问一下，你第一岛链守不住，你退居到第二岛链就会有成效吗？所以我认为日本想要求得地缘战略的一个和平来讲的话，最好还是回归于它的和平宪法。那现在高市早苗一直在那边叫嚷着，希望能够这个恢复军国主义，能够让这个整个这种日本再一次军事武力化我觉得反而会激怒中国跟朝鲜，也难怪中国跟朝鲜这次加强起来。我觉得日本真的是非常不智，也非常的这种愚蠢的一个动作。请教彬哥，你怎么看这个日本的一些动作？日本当然对他来说，在战略上，他就是必须要去依靠美国，然后去对抗中国大陆。原则上，他是不会改变这个一个态势的，不管是谁来执政，基本上都是一样。这也不是单纯高市早苗就会这么做，其他首相不会这么做，只是高市早苗会做的比较积极、比较明显而已。那问题是，现在看起来美国是呈现一个后撤的态势，他把前线其实慢慢在丢给日本，那甚至叫澳洲顶上去。他自己退守第二岛链，甚至第三岛链，那这表示美国其实不愿意直接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他期待的是他的普从国，比如说像日本、澳洲、菲律宾，甚至台湾，去要发生冲突由你们来发生就好。那这是美国的战略，所以每一个国家有他不同的战略，当然是站在他自己的利益着想。可是日本如果一旦确立了这样子要跟中国大陆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话，那接下来日本恐怕就要大幅提升它在军事上面的部署，然后跟在军事上面的一些开销。那这个对现在经济状况其实不是很好的日本来讲，恐怕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那日本人民能不能持续这样一直接受，去跟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军备竞赛？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民众自己要去思考的。那当然你会去跟菲律宾谈，去跟美国结盟。那中国大陆在这边当然也不会闲着。实际上，中国大陆跟这个朝鲜这一次的会面，就是很明显的摆出一个未来就是中俄朝这三方的战略联盟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习近平这次去，其实等于是默认了朝鲜以后就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他承认他这个地位，他也不会再去要求说他去限制核武或干嘛。那反而是两国可能会因为这样扩大在经济方面的交流，跟其他那个方向的合作。那这个摆出来的态势，对朝鲜本身当然是好事，因为朝鲜最近经济开始提升，拜俄乌战争所赐，他从俄国那边拿回来不少的经济的这些筹码。那可是它的基础工业、民生工业还是非常薄弱，所以朝鲜也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去转型，改善它的体制。那一旦中俄朝这个战略联盟形成之后，我觉得对日本只有压力更大。未来他如果中国大陆取得了图们江这边的出海口，说如果经这边出来的话，他可以一路直接就到日本海去，就直接对日本构成那个立即的压迫。那日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情况？更不要说他北方还有一个俄罗斯也在虎视眈眈，所以日本把自己陷入一个三面包围的状态。可是呢，日本人战略是什么？他除了美国之外，他想跟南韩结盟。最近他本来想跟南韩签约，虽然看是不是能够结成更深的同盟，结果李在明拒绝了。李在明说：“这个抱歉了，我恐怕现阶段不宜。为什么？因为如果南韩一旦跟日本结盟的话，你看地图就知道，那被三面包围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整个被包围在里头，等于他在前面帮日本挡子弹。他为什么去做这种傻事？对啊，所以李在明当然就不愿意去签这个东西。那日本可能还会积极游说他，甚至美国这边也会施压。所以我觉得未来大概在东亚这个地方，慢慢会形成一种对峙的态势。你至少就算不是全世界等级的冷战，至少可以说是东亚的冷战期。来请教大中老师。对，如果我们是看这一次习近平受北韩的邀请去这个北韩访问然后见这个金正恩双方有蛮多的一些互动。
我觉得主要的用意是双方都想要这种彰显啦，或者强调传统的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北韩的传统的情谊。那对金正恩而言，我们也知道他比较擅长是在做平衡的外交。我们都知道，北韩跟中国大陆关系是最密切的，而且是有很深的一个历史背景哈，血盟。而且从传统的意义上来看哈，这个1961年的这个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基本上会比较像国际关系里面很传统的、很标准的这种共同防御的一个联盟啊。那有点像是北约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这几年其实朝鲜或是北韩跟这个俄罗斯关系也在接近当中。我们可以看2023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金正恩是访问这个俄罗斯，而且是特别参观了所谓的东方发射场。那2024年6月份的时候啊，普亭回访这个北韩，也是非常历史性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了。那主要后面的这个重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俄乌战争的爆发，让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过去更加的接近啊。比如说哈，北韩真的是提供了很多的弹药啊，短程的弹道飞弹。那更重要的地方是所谓派遣这个北韩的士兵啊，大概将近快2万人去俄罗斯实际的作战，而且老实说死伤非常的惨重。所以在2024年6月普亭访问北韩的时候，当时大家有特别注意到哈，这两国特别签署了所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这战略伙伴关系其实从法律的位阶上来讲，它其实比不过1961年的这个中国大陆跟北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条约，但是它相当于一种比较准同盟的关系，类似北约第5条哈，它里面讲法是说，任何一方哈，北韩跟俄罗斯任何一方遭受攻击的时候，另外一方要提供支援。他只提到提供支援，并没有说要3战，但这个条约基本上已经把北韩跟俄罗斯这种准同盟关系更进一阶，非常的深入。所以现在来比这两个双边关系，我们可以知道，从法律位阶上来讲，中朝关系还是高过于所谓的中俄关系。但是在实际的军事合作方面，其实这几年来看，北韩跟俄罗斯合作已经比过去强很多，甚至强过于中国大陆跟北韩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关键是，目前中国大陆还掌握的是经济的优势。以贸易依存度而言，其实北韩是高度的仰赖中国大陆，而并非是俄罗斯。所以虽然这三个国家三个双边关系都非常紧密，但隐隐约约中俄跟中朝关系有一点这种怎么讲，在竞争这种态势。有竞也有和哦。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区，本来说是停火协议，可是又打了，又开火了，这是为哪桩？我们来看看，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10号发布的声明，就是今天哦，他说打掉了一架美国的 MQ9死神无人机哦。那另外呢，这个伊朗还说，对于停泊在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攻击，包括了约旦啊等等的20个国家跟地区，美国的军事目标。他们都锁定，他们都会攻击。那伊朗的外交部部长还撂话呛虾哦，他说啊，你们这些美国人哦，或者是所有的人外国人，如果你想活命，就离开中东哦，我们要大打特打了。所以会全面开战吗？我们来看看川普怎么讲。川普说，美军的阿帕契遭到伊朗击落，所以我们要做出回应啊，我们总不能让他说打就打吧。所以呢，我们必须要do something 哦，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做了什么，就是美国新一轮空袭目标瞄准了伊朗贾斯克和阿巴斯港哦，这是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也被袭击哦，所以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已经打的这个稀巴烂哦，这个飞弹这个导弹哦这样子炸下去，那多个地方呢都已经发生了爆炸声震动该地区。美国军方呢第2次发表声明说，将会对伊朗的攻击描述为自卫。他本来有发一个新闻稿、声明稿，讲的内容就说啊，什么直升机被击落、阿帕契被击落，所以我们有回应。本来第1次新闻稿没有写到自卫哦，那第2次他就把它放上去，就有做了一个小修正。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 ，CNN 就讲了，说你川普啊，从3月份到现在，老是说。伊朗要投降了，他们要签协议了，协议已经快要接近达成了。大哥，38次不是8次也不是3次讲了这么多次，都是狼来了哦。媒体已经验证了各国其实已经都不关心了。
每次都说啊，协议啊、和谈啊接近达成，可是现在面对伊朗击落了美军的军机残骸，这个阿帕奇，你怎么说呢？哦，大家对你们的耐心哦已经用尽了。而另外呢，包括这个港口，我们先来看看封锁伊朗这件事，这是根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哦。这个有一艘挂帛琉旗帜的邮轮，它要通过荷姆兹海峡。结果呢？在阿曼湾，他那个时候在阿曼湾的国际水域航行。那美军呢就开始呼叫，请问马里维克斯号你如何？结果呢？这个帛琉的船就没有回应。美军立刻就出动了大黄蜂，听起来蛮可怕的，超级大华蜂战机出动，像这一艘船，它是邮轮呢，它是货轮呢，好可怕哦。就射击精准射击弹药，可能没有什么人员伤亡，因为报道没有说有人死，也没有人伤，可是就让它瘫痪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像这个荷姆兹海峡、阿曼湾啊，现在随时好像都有人会打你的感觉，就是这些所谓航行的船只。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全球油价神经再度紧绷。现在油价重创民调，川普的民调只剩下35%了他的经济优势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共和党的期中选举现在敲响了警钟，而创纪录的63%的美国人对川普的经济处理方式表示不满。先请教将军怎么看？现在很明显的，伊朗正在展开的战略行动叫做追击。虽然说战略追击跟战术追击有点不同，战术可能你是部队确实要去追着人家屁股后面打，战略追击就是我们现在看出来很明显，在意义上面，美军想走，那我就追着你屁股后面不让你走，这就是所谓的战略追击。那我们从这次的行动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军是无心恋战，也非常轻敌你居然又被摧毁了一架 MQ9 无人机，还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昨天我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我就研判我说阿帕奇可能是被伊朗用这个监射型的导弹打下来的。但是这个监射型的导弹，你知道它射程几公里吗？大概只有5公里而已，射高大概也就是4-5公里。我们在我们军事将定位成叫做野战防空。什么叫野战防空呢？区域防空，譬如说我们大台北地区摆了几套爱国者或者天空飞弹，我们整个区块就可以张开一张保护网。那野战防空是什么？是我们步兵的，我们步兵跑哪里去，我要带着扛着跑哪里去。万一敌人战机躲过第一层的防空拦截之后，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我最后还有一点防卫的力量。所以它是很简便西形式，所以相对它射程也不高。那为什么这种射高只有大概4000公尺，然后距离只有5公里左右的这种监射型的导弹，居然可以将你的阿帕奇直升机，也可以将你的 MQ9 无人机击落下来？我算了一下 MQ9， 你知道现在击落被第几架吗？在这个5月初的时候这时候美军自己公布被击落了42架战机，其中24架是 MQ9。那如果说是前2天又被各击落1架，现在算起来这一架，如果说算起来应该是第27架被击落了。那 MQ9 你是高空侦察机，你怎么会飞到这个距离离地只有4-5千公尺，让人家被打呢？阿帕奇直升机也是一样，你应该就是我只要说飞高到6000公尺，我就不会被你的这种监射型的导弹打到。可见了美军非常的轻敌它飞到这么低的位置，包括到这个 F-15战机也这样，你这种高空战机你怎么飞到这个距离地面只有2-3千公尺，让人家而且距离导弹的距离这么近，只有4-5公里被打下来？所以我认为伊朗现在很明显的，我们从昨天几场交火看出来现在变成伊朗主动去攻击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你在黎南地区不肯停火，然后你继续攻打黎巴嫩，我这边就主动发动攻势，导弹去打你以色列，那以色列也实施反击了。在这个状况之下，昨天最新的一个讯息胡塞也参战了，胡塞也对以色列发射了导弹的攻击，整个战局我们没有看到减缓。为什么伊朗这时候反而反守为攻，开始主动对美国来实施所谓的攻击呢？很明显的，他已经看破这个川普的手脚。你每天喊要停战，喊了38次，事实上我已经看破你手脚。你想跑，你喊38次，代表说你想从泥淖里面脱身。我们看到你这个去骂纳坦雅胡，说这个你不停战，我就继续骂你。
从这些动作都看出来，川普其实他那个小心眼很容易了解到了，他一直想要从伊朗这边脱身，从这个战局脱身。可是现在伊朗来讲就不让你走，我用零星的交火把你拖在这个战局里面，拖在战局里面，我目的是什么？我是战略目的。美国当初去打伊朗，我们都知道，他战略目的就是希望伊朗政权能够更替嘛，这个核武的问题啦，还有所谓的周边的这个武装组织啊，还有不能发展远程的导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变成伊朗在谈条件了。伊朗开出什么条件呢？看你美国可不可以接受？伊朗这时候他开出了，我们看到，比如说你要解除对我这个140亿美元的冻结对我的资产冻结，你要解除冻结，你要解除对我的这种制裁，你要譬如说荷姆兹海峡你不能封锁，要对我开放。现在变成伊朗在谈条件了，不是美国在谈条件，所以主客已经很明显的意味，然后战略上面这个主动跟被动也很明显的已经这个主被动也很明显的转换，所以我认为川普现在这个泥淖里面，他现在想跑不掉，那这个你轻率的开战，你现在就落到这种后果。我觉得《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也"。你川普再聪明，我觉得你也很难这个善了伊朗的这场的战争你既然开了这场战争，我觉得你现在状况就是很尴尬，你很难去善了。是。那请教彬哥，你怎么看这个川普？他现在，如果你是他，你要怎么办？我是他，其实至少先闭嘴，先闭嘴，先一直讲38次了。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哪一国的领导人都是一样，当你一直不断的狼来讲了38次，我想你讲什么人家都不会很在意的，因为你讲的跟没讲一样，就完全就没有兑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那现在这个状况就变成大家就死拖在那个地方。你看，川普很明显的就是左支右绌、焦头烂额。你看，好不容易这个他先叫以色列不要打，结果以色列还是打。以色列打了之后，他又赶快说以色列你不能再动手了。那以色列纳坦雅胡说好吧，那我不动手。结果伊朗又打，伊朗把美国的阿帕奇打下来，就为了要表示对等回应，美国也知道再去炸了伊朗。可是炸伊朗，他也其实就是意思轻描淡写这样炸一下。因为他也不敢进行很大规模的报复攻击，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停火谈判就不用玩了。那川普为什么最近一直不断的在讲说已经快要眉目了，快要谈成了？因为7月4号就要到了，这是250周年啊。川普本来想要大肆盛大的庆祝，去彰显他的 MAGA， 去表示他现在就是带领史上最强的美国，结果现在搞了这个不上不下的这个局面。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心里头有多心急了，所以我相信最近他晚上可能很多时候都睡不着，以至于他连去看 NBA 总冠军赛都可以睡着，因为晚上实在太累，他大概非常非常的焦虑。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川普现在应该的是少说多做，应该私底下去演拟一个怎么样让美国在面子上面不要丢了太多。可是实质上能够达成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谈判，你不管怎么样，就算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协议或合约，至少你能够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停火，因为不然的话，就维持现在这一种僵持的局面，进入7月4号，那老实讲，整个喜气的氛围全部都被冲淡。你不管川普再怎么自吹自擂，我看要相信他的人都不多了。那对川普来讲的话，这个情况持续拖下去，非常非常的糟糕。经济上面的压力，全球对他的压力，他自己个人威信的压力，那大概对他来讲都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场面。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伊朗也是很清楚他的对手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伊朗现在反而有点就是，反正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敢跟我再扩大战线，所以我就开始我要打哪就打哪，狠话我也开始学你讲。大家不觉得吗？从开战到现在，一开始伊朗可能没这么多话，最近伊朗天天话也是一堆，就是你川普讲什么，我也来给你对等回应，我也讲的比你更夸张。那就是不管是飞弹也好，嘴炮也好，都是来个对等。那所以川普这样子看起来，他的极限施压是失败。所以如果川普没有其他招数，然后一路，因为现在已经6月10号了，在20几天就拖过去了。这20几天看起来很快。因为
这场战从2月28号打到现在，所以看起来要结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那如果川普一路这样拖下去，不仅他的其中选举危险，我觉得美国现在在中东的威信也大失。大家去想想看，美国面临一个什么局面？中东这些其他的国家认为我跟你美国在一起这么多年的结果是你根本没办法保护我，我还是一样要被攻击。那我跟你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同样，以色列现在对美国也有恶心了，也会觉得说，你美国没有办法支持我的话，那我以色列只有靠我自己啊。所以我觉得这会让美国在中东的势力整个裂解掉，这是川普现在最大的危机。所以川普会不会有出其不意的招数呢？大仲老师，对，因为原本外界的预期就是川普其实讲得很清楚啊，从他竞选时期或是他1.0的一个基本的哲学，就是美国不应该轻易卷入不应该涉入的战争，而且美国不应该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即便是在美国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写说哈，美国的这个区域的优先是美国本土之外，大概就是西半球。还有这个美洲啦，那当然还包括印太，但是很明白就是伊朗或是伊朗这个议题后面涉及的以色列利益就已经被川普自己定位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这应该是他去年6月份打伊朗核设施今年2月8打这跟以色列一起去打伊朗最重要原因就是伊朗这个议题其实是很例外、很罕见的一个状况，但是时间过很快，到现在早就超过100天。那从4月7号之后到现在，名义上美国跟伊朗是处于休战停火的状态。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大概在1-2个礼拜之前，记者问他什么时候美国会重新恢复大规模对伊朗攻击，川普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假设再有美军死亡，就会这样做。那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达到这门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美国跟伊朗来来往往，你这个互相的这个攻击，其实大概还是比较有限度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跟这个美国都没有公开说我们的停火失效，我们的停火作废没有，因为最重要的关键是，其实这种谈判还在透过间接谈判，还是在断断续续的在进行当中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数字，因为刚才将军也提到说，所谓的战损，的确，其实从228到现在，如果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一些资料，大概就是40多架，这里面被打下最多、受损最多的就是 MQ-9无人机还一架是 MQ-4C 海神。那其他就是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包括3架 F-15被友军误击 ，F-35，还有包括所谓的一些A-10啦这种攻击机，还有最重要是美国的加油机。总体而言，其实美军的这个战损应该是比美国一开始预期来的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地方是，其实死亡数字其实比较相对没有那么的完全跟透明。到目前为止，最有可信的大概是13死，400多的美军伤但是随着这个战争零星战争还在爆发，所以这数字应该是还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浮动。是，来看美中的经济对峙跟贸易战现在美国五角大厦又出招了，他公布了最新的1260H 清单，他列举了一些大的一个企业中国大陆的，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百度、药明康德、京东方等等。他说这些企业实体其实要制裁包括可能跟军方相关的有连结，所以把它列入黑名单。那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这是无理的打压他们要维护中国大陆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所以又对上了。包括晶片这件事情，当然是重中之重。我们看到美国参议员他们打算去做一件事情，就升高对海外晶片代工厂的监管。他们担心中国大陆有一些企业在海外不是有子公司吗？那你生产的这个晶片很先进如果用这种方式绕道来采购，就美国的企业去采购，这个不行所以他们要防堵这个缺口。那中国联通在提交给美国的这个一方面的文件上面是说因为美国他打算对中国电信采取行动嘛，那他这个中国联通就说，如果你真的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会损害在美国拥有重大商业利益还有供应链的美国公司，你自己的公司也会受损因为这个中国联通包括电信业界其实已经跟美国很多民间的企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
合作了哦，那已经也蛮久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它的出口看起来还是非常强劲哦，即使在美国的围堵之下，你看它出口产业在5月啊，在进入人工智慧相关产品的需求增加很大哦，所以中国大陆5月的年增出口量是19.4%，将近20%，对美国也激增了35.4%哦，所以看起来川普的关税它的目标，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其实是并没有发生。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在刚刚讲的美军的战损，还有美军现在的士气怎么样？在中东这一役哦，看起来的确哦，美国的受损蛮重的。包括您看到甘乃迪号航母，它还发生了一个意外哦，不晓得为什么有枪击案，有1名水兵死亡，另外1名水兵可能是肇事者，已经被拘捕了。可是现在在做调查，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外界当然议论纷纷，有说啊，因为虽然美军的这个军费有高哦，可是他们的战斗力，因为他提高他们的军费，可是他战斗力或者这些军人的训练，好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弊端，包括军纪涣散、训练松散、武备废弛，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3月份我们在新闻大白话其实提过非常多次，福特号、甘乃迪号哦，包括这个这是福特号嘛？对不起，福特号，对，福特号发生这样子很严重的事件呢，火烧船、火烧舱哦。CNN 在日前公布了一些比较细节的画面，你看到已经烧得乌漆八黑的这些船舱到底它的损失有多少不知道，只知道远远超过预期哦。而美国海军刻意压下消息，刻意淡化火灾造成的影响，到现在它的原因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因为美国现在啊五角大厦，他有说过嘛，像是南韩啊、日本的造船业是不是应该来帮这个美国造船？可是现在呢，美国国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啊，他阻止外国造船厂参与海军交易，就说我们要阻止它哦，这是众议院批准的国防授权法条款哦。该修正案将禁止美国海军使用预算建造外国造船厂的作战潜艇哦，为美韩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带来了阻碍。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打算跟南韩一起携手造舰造船，可是现在看起来有阻碍了。而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军武这件事情啊，在欧洲啊各个国家要合作，可是也没那么容易。包括德国跟法国本来要一起合造6代机，结果现在吵架了，主权、主导权谈不拢啊。未来空中合作的作战系统已经正式破局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困境啦。你要跨国啊，专案上面要一起合作，真的是难上加难。而现在我们看到呢，欧盟峰会展开了比利时的首相谈到中国大陆这件事情他的威胁啦或战略啦他们回避把这个名字讲出来。他说我们太害怕了，甚至不敢这么做，连点名都不敢。他认为他们的战略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制服我们所有的创意，我们称之为地缘经济失衡，只是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这个名字。来，先请教将军。欧洲如果说要整合出来共同发展一个6代机我觉得是缘木求鱼，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欧洲这些国家都是各自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不但各吹各的调，还各自都怀有一些小心思现在尤其是说有法国这个国家，法国是一个很骄傲的公鸡在整个北约里面或欧盟里面，他认为自己是这个五常的国家所以他不太看得起其他的国家。尤其是说我们以现在不要讲6代机，我们现在以现在4代半的战机这个欧洲双雄号称台风跟阵风。我跟各位讲，从这2款战机，欧洲的这2款战机，你就知道欧洲不可能合作。第一个，阵风战机是哪个国家制造的？是法国自己制造，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发展出来阵风战机。然后我们看到马克宏到处去卖他的阵风战机，第一个卖的是印度三哥卖给三哥跟三哥讲说，你们这个光辉号战机那个翅膀折得不够，上不了你的维特兰特号，我现在帮你量身定做卖我的阵风战机三哥也答应买了，然后他也想要卖到别的国家。
但是另外有一款战机欧洲另外一款战机叫台风战机。台风战机是哪几个国家制造的呢？它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合作生产的。那为什么他们这2个体系来讲不能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军火本来就是一笔很肥、很香的一块市场。那大家当然要彼此互相竞争。那法国怎么可能把它的技术出去？那要做，一定是你来配合我。那德国来讲，愿不愿意？不愿意。我除此之外，我再讲一个军火，欧洲这次这个德国被坑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这是俄乌战争德国的军火市场。德国原来在欧洲最有名的是它的战车，豹2战车，我想大家都听过。那法国的战车叫勒克莱尔战车那美国打这个小心思呀，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各个国家。你们这个德国卖给你们的战车，你们跟德国买的战车，全部去支援乌克兰去打仗去了。你们把你们这个豹2战车送到乌克兰战场，我美国我给你们 M1 战车，你看我美国多好。然后从此以后，德国的这种战车市场在欧洲的战车市场就被美国的 M1 战车占领了。所以各个国家，你不要以为他们什么公理正义，其实也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做自己的生意。然后为了这个抢这块市场，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个各有各的心思啦然后美国现在很惨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美国海军造舰，你要造一艘军舰，不是说是你有钱你就可以造出来，你有没有足够的船坞？这个如果说你船坞不够，我们现在看到美国11艘航母，它不断的要轮流回到它船坞、大型船坞去做这个整修整备，一整修有时候5、6年才出来，那你就占用一个大型的船坞，包括你的军舰，你要维修的时候都要占掉一个船坞，那你并没有新建的船坞，你就没办法新建你的船。除此之外，包括到这个盖军舰、建这个军舰的这种焊接工、水电工、还有油漆工等等来讲，它都很明显的不足。为什么会不足呢？因为美国跟我们其他的亚洲这些国家，包括韩国、日本跟大陆来讲有很大不同。他们工人不见得就住在港口旁边，你要叫这些工人来，我跟你讲，你还要给他盖宿舍，你齐家带眷的，你宿舍都要有，他才会到这工厂旁边。然后这笔就是很重的一笔费用。那如果说再加上没有船坞，就像你想建也建不了。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他们尤其是军舰造船的进度严重的落后。你不要说造新的军舰，连旧的军舰维修都形成很大一个问题。所以美国现在积极想说，既然我自己没有这么多的船坞，没有那么多的工人，就想要借助韩国。平常讲韩国有他的本事在了这个当然他不可能跟中国这个合作，所以他讲借助韩国来帮他生产军舰。那如果这个国会这个法案一卡下来的话，我觉得对美国的海军的发展是雪上加霜。现在我们经常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美国经常在荧幕上面看他到处去这个耀武扬威的伯克级驱逐舰，大家看到他会很压抑，船上锈迹斑驳我想这个相片很多人应该都有这个印象。那锈迹斑驳代表什么？代表他已经过了他的应该进船坞维修的时间，他都没有办法去做维修。所以我们看很多军舰上面，美军的军舰锈迹斑驳，那连老舰你都维修都没办法维修，你有什么能力去制造新的军舰呢？那可能借助韩国吧。那现在看看美国的国会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怎么看包括欧洲以及美军的问题？这个美军其实这个问题是很久以前就发生，只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因为美国它自己本身不管船舰也好，军武也好，它的这个汰换率越来越差，因为它的军工生产线比以前差了很多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的汰换率越来越降低的时候，就变成第一个，你拿到新武器的比例就变少。那第二个呢，你的人员上也有缺额的关系，就变得每个人的执勤时间变长。那执勤时间变长，情绪就会不稳，情绪不稳就会出意外，就会出事故，就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会出现。这个长期以来对士气绝对会有影响。所以最近这几年你会看到美国，特别是美国海军，因为美国海军在这种非战期，它是负担最重的，因为它驻扎海外啊。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任务是最多的，所以美国海军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状况，然后一大堆军舰的指挥官被撤换掉，
那撤换的理由都叫缺乏勇气，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理由，但是就把它撤换。所以你越是这样，然后这么多指挥官被换掉，你的士气就会更差。那过去美国的对手主要是那种恐怖组织类型的，他打起来当然是游刃有余。可是遇到这种国家级的，他其实很久很久没有碰到伊朗这么硬的对手，所以他打到现在就有点这个骑虎难下。那你全部把力量投下去也不对，你不投下去好像又没完没了，所以让美国现在非常非常糟糕。那美国现在最重要要解决就是怎么样让它的军工生产体系整个提升上来。那以它现阶段的工业，因为美国放弃工业已经很久了，所以去工业化很久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自己要弄回来是来不及，他至少要花19、20年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再回来。那缓不济急的状况下，他就只好去依赖日韩，希望由日韩来帮他建。但是呢，我们先不要说美国国会未必会同意这个事情，我就讲一个最基本的。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谈判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除了那些大豆啊这些东西，波音啊，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稀土这些东西不能卡我，你稀土卡我就完蛋。那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不只是对美国卡稀土，它对日本也卡，那甚至他说所有跟军工产业有关的东西，我一概不会出口给你。那这会造成什么状况？你就算给日韩帮你生产没有用，因为它没有原物料，生产不出来。这就是大问题了。因为现在一大堆的高科技产品，你要生产的时候，汽车啊什么东西都一样，你里头都会牵涉到这些稀土原料。那请问一下，你从哪里取得？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大陆独占，或是占比70%、80%、90%以上。那你这些原料从哪里取得？所以这个东西对美国来讲绝对是一个大麻烦。那欧洲老实讲，在吵也不是1天2天，他们上一次在搞世代办战机的时候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这次刚好而已。我跟你保证，10年之内不会有结果。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美国五角大厦又封锁了中国大陆的很多企业，来请教老师。我来解释一下五角大厦1260H这个清单是什么。它主要是来自于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第12600H 条的条款。那当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主要目的是说，国防部五角大厦在采购军品或是设备的时候，要辨明哪些东西是跟中国大陆军方、解放军或是军工产业相关。好，所以2021年在第一次有这清单出来的时候，只列了47家。2022、2023、2024大概是当时是列了大概60、70家，所以每一年的清单会有多会有少。可是到2025年去年就增加到130，那这一次出来不得了，188家。那怎么样去做辨明？其实有个基本的，大概有一些基本的逻辑或标准，比如说你这些公司有没有跟工信部、中国大陆工信部、国防科工委、国资委有合作，或是受到他们的支持？那或是说你这个企业有没有位于所谓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民共和园区里面？在做你的这个生产，或是说你有没有执行一些刚讲这些重要政府机构一些计划？但是老实说这个标准其实非常非常模糊，所以到现在已经有点是一网打尽，而且是包山包海。那最早2021年的清单跟现在有什么不同的差异？2021年那47家，你听名字就知道，就是国防产业。而到现在这一次，其实很多的民间大企业跟 AI 相关、跟大数据相关、跟这个电动车相关或是跟一些高度科技的相关，通通包在里面。所以会不会影响到9月份习近平出访这个美国？一般的判断是还不至于，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昨天中国大陆官方非常非常强力的回应，而且回应的力度是远超过去年跟前年。